I just don't like you no more. You do like me. I don't. You liked me yesterday. Oh, did I? Yeah. I thought you did. I have a set of shears at home, and each time you bother me from this day on, each day you bother me more, another I'll take off, and I'll give you, until you see sense enough to stop, or until I have no fingers left. Does this make things clearer to you? 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是2022年最令人惊喜的影片之一，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和2023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它与2017年大获好评的3块广告牌出自同一位导演之手 Martin McDonagh。他是戏剧舞台和电影院里公认的当代大师，是天才的情绪操控者，用缓慢节奏将现实中的痛苦编织成神话的帆布。他的长篇处女作《杀手没有假期》在最初上映时没有引起巨大波澜，但随后收获众人的崇拜。在今天介绍的这部《报丧女妖》中，他再次展示出独有的讲故事的能力，把丰富的人性塞进原始粗糙的个体中，释放出人类文明进化出来的思考力，耐心地看他如何倔强地挣扎。故事发生在爱尔兰大陆旁边的一个古朴沉睡的小岛上，大陆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并未影响岛上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生活。岛上居民看似彼此相安无事、和谐相处的状态，被一个微小的意外打破。一对要好的朋友毫无征兆地割席断义，两人倔强的性格让矛盾朝着不可逆的方向升级，悲剧不断上演。不过不用太担心，作为 McDonagh 的作品，它必然伴随着幽默，其深层寓意也没有像故事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为拍摄这部影片， McDonagh 召回曾与他合作拍摄《杀手没有假期》的2位男演员 Colin Farrell 和 Brendan Gleeson。 在过去的14年里， McDonagh 将两人像2块放在山洞里的陈年奶酪来培养，直到他们皮变厚，味道变浓郁，足以驾驭《报丧女妖》中这2个复杂的主要人物 Patrick 和 Colm。 扮演 Patrick 的 Farrell 也的确凭借出色的表演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影片完全围绕着这对朋友的关系展开，但就像 McDonagh 几乎所有作品一样，故事的起始点也是其矛盾的诞生之处，并未出现在影片当中。它是一个无法追溯的虚幻的源头，我们只能看到它产生的影响。细小的悲剧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接连发生，不断升级。当我们与2位男主相遇时，他们已不再是朋友，至少对 Colm 来说不再是了。他单方面主动切断与 Patrick 的所有关联，是的，所有关联，而且是在一夜之间做出的决定。其原因 McDonagh 过了一段时间才揭晓。显然这个现实 Patrick 难以接受，起初他以为只是玩笑，但随着 Colm 通过越来越极端的行为展示割席的坚定，影片从幽默逐渐转向恐怖。 Please don't talk to me no more, Patrick. Please, I'm begging you. Patrick 和 Colm 本来就是一对奇怪的组合，英语里有个表达法 Chalk and Cheese Pair， 字面意思是粉笔和奶酪的组合，引申意形容风马牛不相及的2样事物，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事实上，随着我们对2人了解的越多，反而就越奇怪他们为什么之前会是朋友。Colm 是小提琴手，一个沉默的思想家，而 Patrick 是个奶农，一个碎嘴唠叨的老好人。他被村民们称作善良人，但这也可以是一种对他脑子慢的委婉表达。Farrell 通过扮演 Patrick 获得最佳男演员，其中一半应该归功于 Colm 的饰演者 Clinton。 在2人于2008年首次合作之前， Clinton 就已出现在 McDonagh 的短片《诱发子弹的枪手》当中。他出色的演技和塑造爱尔兰男人特征之精准初见端倪，倔强、颓废、容易自暴自弃，这几乎与今天《报丧女妖》中的 Colm 一模一样。Colm 选择与 Patrick 断交的原因充满情绪化的戏剧性。陷入存在主义绝望的他不想再在闲聊中浪费时间，小提琴手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想要创作不朽的作品，让人生有一丝意义。 Just have this tremendous sense of time slipping away in me, Patrick. And I think I need to spend the time I've left thinking and composing and trying not to listen to any more of the dull things that you have to say for yourself, but I'm sorry about it. I am like. 在旁人看来，这是个突然且荒诞的决定，但对他来说，则应该是长久的焦虑和恐惧最终的爆发。然而，当 Colm 用决绝暂时战胜了恐惧之时， Patrick 潜在的恐惧却被唤醒。他是个简单的灵魂，甚至可以谈论几个小时的马粪，把客厅变成牧场，把小驴子当作宠物。人类群居性 DNA 在他身上体现得如此强大，他通过分享生活琐事，发起永不休止的无意义交流，进而从他人身上汲取到精神能量，
用于抵御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之一——孤独。Colm 单方面提出绝交要求，相当于把 Patrick 扔进孤独的火堆煎烤。在后者身上 ，McDonagh 展示了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和超群的戏剧塑造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系列缓慢的演化，伤害演变成愤怒，慷慨退化为卑鄙，爱意倾覆于复仇。然而，我们同时还能神奇地发现，即便在对抗最激烈的时刻，同情心和同理心也从未在两人心中湮灭。Colm 断交的威胁手段是自残， Patrick 也选择正大光明的报复手段，并照顾了 Colm 的狗。这两个选择都在为对方和自己留住了最后的尊严。但同时，这种突发的割裂也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仍然互有感情的两个人，为何关系沦落至此呢？不仅是两位男主角，影片的所有角色都拥有那种迷人的双重性，每个人都隐藏了自己的另一面，每个人也都因此在折磨着自己。私下里，他们几乎都是卑鄙的、不敬的，都有可耻的小怪癖。神父在教堂里甚至会用脏话咄咄逼人。You will be pure fat. Yes, you will be pure fat. 警察爱好喝酒和手淫，还对儿子实施家暴，以及和伯格曼第7封印中的死神十分相像的 Miss McCormick， 她简直就是导演营造即将毁灭这一主题在镜头里行走的象征物。唯一正常一点的是 Patrick 的妹妹 Siobhan， 但她反倒被视为脾气古怪、不正常的女人，因而嫁不出去。Siobhan 是唯一清醒的人物，唯一能做出比较理智判断的人，因为她和这个给人催眠的封闭小岛上发生的一切保持着一点点距离。这部影片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也正是因为它执着地寻找一些善良、理性或被称作意义的东西，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存在这些东西的地方和时代。通过这些简单又奇妙的人物，他对这一主题进行多层次内省式的展示，捕捉在通向孤独和死亡的门前各种人类情感光怪陆离的闪烁。如果没有Siobhan的存在，我们也很有可能迷失在其中。You're all fucking boring with your piddling grievances over nothing. You're all fucking boring. 电影里的 Inisherin 岛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它的确具有爱尔兰边陲小岛的模样，是生在伦敦却有着浓重爱尔兰民族主义情节的导演 McDonagh 理想的戏剧实验场。爱尔兰近几个世纪的动荡导致人口大量净流出，但神奇的是，这个民族却逐步衍生出一种离岸爱国主义。他们的国籍不再是爱尔兰，甚至出生和生活的地方都不在爱尔兰，也从未去过爱尔兰，但内心却有着深刻的凯尔特人自我认同感。McDonagh 本人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Inisherin 虽然景色迷人，但不会与任何度假胜地联想到一起。崎岖的小路、破败的石屋、萧条的市井，系出隐隐的不安。由此可以看到 McDonagh 骨子里的那种离岸的乡愁。不过他并没有想要让我们也爱上这个地方，这里只是他打造的一个微缩景观，展示爱尔兰现代历史的精髓。它一点也不令人愉快，充满了挣扎的痛苦。这诱人又拒绝让人轻易共情的环境，也暗示着影片在这段破碎友情的表面下还埋藏有更深的寓意。事实上，线索一直都很明显，故事的发生可追溯到一个准确的时间段：1923年4月，肆虐了近1年的爱尔兰内战正处于最后的挣扎阶段。这是一场关于爱尔兰从英国独立要付出什么样代价的冲突。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客在爱尔兰临时政府中属于亲英派，而在独立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则是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的爱尔兰共和军。他们倾向与英国更彻底地断绝附属关系。多年亲如兄弟的战友因政治立场不同，一夜间反目成仇，兵戎相见。这比政治上的厮杀更令他们痛苦。正如 Colm 与 Patrick 突然决绝的割席所带来的伤痛。Colm 代表教育程度较高、傲慢的文化人，而 Patrick 则是相对朴实、愚钝的农民阶级。两位男主割席发生的莫名其妙，就像现在回望当年内战时的社会割裂，也感到同样荒谬的离谱。McDonagh 构思的精妙之处在于，没有直接描述战争的荒唐和惨烈，而是用爱尔兰民间传说作为隐喻，以一对朋友的私人关系作为象征，将这场内战对爱尔兰整个民族带来的深刻矛盾的撕裂感，嫁接转移到断绝友谊、撕心裂肺的感觉，与我们这些对爱尔兰政治并不那么了解的观众之间实现最大共情。更绝妙的是，即便不知道导演隐藏的共情对象，不了解影片暗喻爱尔兰内战历史，这部影片单纯关于友谊的故事本身也拥有足够的魅力。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在了解到隐喻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影片中那些有趣又怪诞的情节设置，使其符合逻辑，尤其是 Colm 不合常理的自残行为。他低沉的断交宣言是对自我不满的发泄，
但也折射出 Colm 内心负面情绪的根源。他越来越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一个平庸、乏味、远离文明的地方，同时又鲜有办法进行改变。这种危机感比孤独感更可怕。但为了不伤害以 Patrick 为代表还未认清现状的人们，他只能通过自贬自虐的方式来表达决心。这造就了这个故事悲剧和幽默并行的苦涩，诡异与温情并存的古怪的眼花缭乱。McDonagh 用幽默处理哀伤的重量，让沉重的主题尽量显得轻盈。他还十分善于构造暴力场景，这几乎是他的特色菜。暴力经常躲在一系列带有神秘感的恶作剧后面，在恰当的时间地点突然窜出来，这也是他留给人们荒诞剧作家印象的缘由。另外，音乐和摄影也完美映衬 McDonagh 的美学理念，帮助他带给我们又一首散发美味忧郁的恐怖舞曲。 Rifle fire from the mainland in a day or two. I think they're coming to the end of it. I'm sure they'll be at it again soon enough, aren't you? Some things there's no moving on from. 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我们是 Dr. Kupo， 下次见。